报案人报称的位置应该就在这儿，在这边！救命啊！找到了，在3点钟方向，现在会跟报案人联络。沈先生，我们是飞行服务队，你们赶快来啊！我老婆现在很不舒服。沈先生，你现在扶你太太过去后山那边，我们会派民安队的队员去帮你。好，小心，小心！痛！是他们。他心脏病发，带着药摔倒的时候掉了。你放心，交给我们。太太，你怎么样？我的心很痛啊！太太，你自己能不能走啊？可以走。来，慢慢来啊，我扶你。小心啊！慢慢走啊。来，小心啊！Dr. 梁一直在帮我们法医部做咨询顾问，在研究骸骨法医学来说，他真的是专家。遇到任何棘手的案件，我第一时间一定找他。林 Mandy， 你念医学院的时候没这么客气，在师傅面前，Dr. 钟平时多没大没小，也要收敛一下。是啊，Dr. 梁，如果这次没有你们专家帮忙，这个案件就很伤脑筋了。这是之前用电脑分析骸骨的数据资料。现在我们最想知道的是死者身份。要找出身份，第一我们需要知道这具骸骨属于哪个人种。而确定人种的方法呢，最主要是检查颅骨的弧度还有形状。根据人类学来说，有3大人种。我们东方人是属于 Mongolia 蒙古种的。这类人种的颅骨是呈椭圆形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根据我们用电脑测量过面部的角度、牙齿的形状，还有颌骨突出的情况，它的尺寸还有其他头颅结构都相当符合东方人的特征。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判别这具骸骨它的性别。女性的 sacrum 就是剑骨是比较短、宽并且平的，而男性的剑骨呢，就是属于比较窄并且比较长的。看起来这名死者应该是男性。他的坐骨切迹呢是较为狭窄的，加上股骨肌肉比较大，连同盆骨一带几个特定的位置都符合男性的特征，所以我能肯定这名死者是男性。我们也测量过耻骨上面凹进去和凸出来的沟槽深度还有形状，所以能够推断死者应该是在20到25岁之间。而且因为我们在骸骨的关节部位找不到任何赘疣。赘疣是因为退化性关节炎而造成的，通常是35岁以后的男性才会出现。就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这名死者是35岁以下了。死者的身高应该是大约183厘米，就是6尺了。骸骨表面色泽比较枯黄，显示风化的程度很严重。发现骸骨的地方比较潮湿，泥土的酸性相当高。看来死者应该死亡大约8到10年。那至于想要再确实知道更多死者的资料呢，就要从骸骨中抽取 DNA， 要再做检验了。那我们先着手调查8到10年前的失踪人口记录，看看有没有20到25岁、身高6尺的男性失踪者。对了，还没有任何新消息，一有消息他们会通知我们。OK。A 档，有没有进展？符合骸骨的高度、年龄和性别的失踪人士总共有4个，阿赞已经分别约见他们的家属，希望他们有保存失踪者的贴身物件。如果有的话，就可以取得失踪者的 DNA 跟骸骨做比对。Madam， 最后一位失踪者家属已经来了。我想应该不会是阿 J 的。我只知道你有个妹妹，原来你还有个弟弟，还在10年前失踪了，从没听你提过。我跟正常人一样，我也会用逃避去处理伤痛。我啊，妈咪、妹妹，大家都很自然避免提起阿 J。我记得我弟弟说想学划独木舟，我妈咪反对，所以我弟弟要我去求妈咪。那我就跟我妈咪说，我说妈咪你怕水，但是如果弟弟熟悉水性，不只可以保护自己，还可以保护你啊。接着我妈咪就笑着说，那好吧，让他去学吧。但想不到后来阿 J 却因为划独木舟失踪。意外，意料之外。对我弟弟的失踪，一方面我不想再提，另一方面我已经尽量 think positive。我一直都希望弟弟可能是失去记忆，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路上重遇呢。就算他不认得我们也没有关系，最重要是他仍然好好的活着，就已经够了。你认为那具骸骨不会是你弟弟的？阿 J 是划独木舟的时候失踪的，就算出意外，也应该掉进大海，不会被人埋在那个荒岛上。
喂，Dr. 梁，是。你肯定？谢谢你啊。是不是有不好的消息啊？ DNA 对比结果已经出了，证实荒岛上那具骸骨是你弟弟方世龙。谢谢。Jim，麻烦你把你弟弟阿 J 当年失踪的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一次。10年前，我的妹妹 Jenny 呢就要去温哥华那边升中学，因为她水土不服，我跟妈咪就飞过去那边看她。而阿 J 呢就自己一个人留在香港。他出事前一天，我们还跟他通过电话，跟他说我们1个星期之后就回来。但是结果我跟妈咪回到香港，发现阿 J 他几天都没有回家，而且打他手提电话也没有人接，问他的朋友还有同事都说没见过他。于是我们就马上报警了。根据当年的记录，你弟弟方世荣在2001年10月11日星期日，跟胡启仁、曾子华、张美恩一共4个人去西贡的教西湾那边划独木舟，之后他就失踪了。阿 J 他从上中学开始就很喜欢玩独木舟了，他还参加了一个叫芬芬 Canoe Club 的独木舟会。胡启仁呢、曾子华都是这个独木舟会的会员，而张美恩呢就是胡启仁的女朋友。你说他出事前一天跟你通过电话，那他有没有跟你提过第2天会去划独木舟呢？没有，我们只是简单讲了几句，知道大家没事就挂电话了。是我回来之后再问胡启仁他们，才知道原来他们那天4个人出去玩独木舟了。正确来说应该是只有阿 J 一个人去玩，因为他们到了准备换衣服的时候，那张美恩就说不舒服，所以胡启仁跟曾子华就送他回家。阿 J 说想自己一个人留在那玩。报了警之后，胡启仁他们才知道阿 J 失踪了。你需不需要休息一下？不用，我还行。但是负责的警员去西贡的翻 Canoe Club 那边调查过，还开过阿 J 的储物柜，里面是放着阿 J 当天用过的背包，还有换下来的衣裤鞋袜，证实他是出了海之后就没有回来了。而水警就在教西湾附近发现了一艘搁浅的独木舟，证实是阿 J 的。消防和水警也在附近海域一带搜索过，我们私底下也去过广东沿岸附近找过阿 J， 我们足足用了2年时间才肯放弃的。我其实一直我都有个希望，我希望阿 J 仍然活着，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不是在海里出事的吗？现在被人埋在荒岛上面呢。如果你们告诉我出了意外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现在呢？是谋杀，我弟弟被人谋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金，你先冷静下来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深入调查。你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。而这放在储物柜的背包还有衣裤鞋袜你没有留着，我们需要拿去法证那边再验一次。阿 J 所有的物品我都保存得很好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拿给你们看的。谢谢。这是在骸骨附近发现的钥匙圈，推断是扣在这个防水腰包的拉链位置，只是后来掉了。有这个可能。咦，这2张像买东西印出来的收据，这2张收据是用热敏纸印出来的，可是过了10年，字已经褪色，怎么还原？用 VSC 应该可以把字还原出来。你所说的那个 VSC 就是视频比较仪。我知道最近英国出了新型号，尽快送过去做化验。好，交给我，谢谢。阿 J 明明是划独木舟出事，怎么会被人害死，还被埋在荒岛？他为什么会死得那么惨呢？妈咪啊，你别再哭了，你不要这么伤心了，二哥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啊。
对了，安迪，你坐了几个小时飞机，应该饿了吧？我们现在带你吃点东西。我吃不下。阿 J 他只活到23岁，他应该有很多的时间去吃、去喝、去享受这个世界。他那么乖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妈咪啊，你别哭了，方世荣的死因报告已经出了，大家看看 X 光片会比较容易理解。那可以看到，死者两边的膝盖都有骨裂，推断是被袭击的时候摔倒在地所造成，但是情况属于轻微，应该不会构成生命的威胁。不过他身体呢有另外2处严重的骨折创伤，应该是他致命的原因。这就是腰脊骨 L1 和 L2 的地方。我们推断他死前曾经受到一些类似木棍状的硬物重力袭击。因为整条脊椎骨包着人体多条神经线，所以如果脊椎骨折断，神经线就会遭到严重的损害。那会怎么样？最严重是下肢瘫痪不能动。第二道严重创伤又在哪里呢？在肋骨这个位置。死者左胸第5根肋骨被打断了，呈现90度的断裂，插进肺部，会出现内出血还有呼吸困难的情况。通常这种内出血的情况需要大约2到3小时才会失血过多而死。在同一时间，因为方世荣被打至下肢瘫痪，不能自救，所以他一边忍受着痛苦，一边面对着肋骨插进肺部，慢慢缺氧，一步一步步向死亡。真是一个漫长的折磨。我们化验过死者衣物上边的血迹，证实是属于阿 J 方世荣，这一点也印证了 Dr. 梁的推断，死者死之前曾经受到袭击。方世荣被埋在叫浪沙湾的荒岛，那里会不会是案发第一现场？不会，我能这么肯定，是因为这张收据。这张收据是编号17的照片。那这张收据呢，是在方世荣的防水腰包里找到的。经过10年的时间，肉眼已经看不到上面写的字。不过我们用 VSC 视频比较仪把已经褪色的字还原出来。在方世荣的防水腰包里，我们发现了2张收据，其中一张收据是他失踪前3天在天水围一间快餐店消费，应该与本案无关。第2张就是这张，是南丫岛榕树湾一间叫做 Eastgo 的便利店发出的，日期正是方世荣失踪当天，时间是上午11点32分。当天方世荣不是去西贡教西湾划独木舟吗？为什么会在南丫岛呢？有没有可能从西贡教西湾划去南丫岛呢？教西湾跟南丫岛的距离很远，起码要划半天时间才能到。当天方世荣在9点多钟跟队友在西贡换衣服，11点半不可能去到南丫岛。还有一点很奇怪，根据方世荣3个队友的口供，方世荣当天自己留下，就当他去了南丫岛。为什么他一个人会在便利店那里买1打啤酒、5包薯片、2包糖还有1包花生这么多东西呢？确实有很多疑点。2只手呢要成直角，推出去的时候呢就要吸气，拉回来就呼气，千万不要做得太快，太快很容易会拉伤的。再做一次。波爷，那2位警察要找你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你再做一组动作，我待会儿回来找你。你是不是曾子华先生？是啊。我是西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倩儿。警长李展峰。Madam， 阿 Sir， 找我什么事啊？我们想找你协助调查一宗10年前的失踪案。你说阿 J 的案子啊？我看过报纸，那具骸骨真的是阿 J。这宗失踪案你是主要证人之一，所以想再次请你回去协助调查。没问题。但是阿 J 是玩独木舟出事的，为什么会在荒岛上面找到他呀？他是怎么死的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方便透露案情。在案发当天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2位主要的证人。第一位就是这儿的老板胡启仁，另外一位是他太太张美恩。我们也想见见他们。Alex 很快就回来了，米歇尔应该在上瑜伽课，不过差不多快要下课了。虽然事隔10年，但是希望3位尽可能回想起当时的情况，协助我们。一定。阿 J 死得这么离奇，我们也很想知道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请问你们3位跟阿 J 算得上是好朋友吗？其实我们跟阿 J 认识不到2年，大家只在芳芳 Canoe Club 见面的时候聊聊天，可以说是志趣相投，但不算是很好的朋友。根据你们当年的口供，那天是星期天，你们3个约了阿 J 去西贡教西湾那里划独木舟，可不可以说说当时什么情况？那天我们9点钟到达西贡，但准备换衣服的时候，美肖说不舒服。我看天气变了，风浪大了，所以我提议一起走。
但是阿 J 说想留下再玩一会儿。那你们走的时候几点钟？9点半左右。那天风势有点大，不过依照阿 J 的技术，我们根本就不担心，所以之后我们都各上各的班，各忙各的，都没有跟阿 J 联络。直到阿 J 的大哥 Jim 跟我们联络，才知道原来阿 J 那天失了踪。阿 J 的事，我内疚了很久。如果那天不是我不舒服，我们4个一起玩的话，阿 J 他不会出事的。你们一向都在西贡玩独木舟吗？是啊，我们的会方方 Canoe Club 就在西贡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在那边玩的。有没有滑到浪沙湾那边去玩呢？那个荒岛没什么特别，最主要那边的风浪比较大，而且从西贡过去很远，费力气也很费时间，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。我们看报纸知道在那里发现阿 J 的骸骨，都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会去那里呢？对啊，就算途中帆船掉进海里被海浪冲走，也不可能会埋在泥土里面。这方面我们还在调查。但是你们知不知道阿 J 有没有朋友住在南丫岛？南丫岛？没有。你们记不记得有一次也是我们4个去南丫岛那里爬山，我们经过锁骨湾一个海滩，见到一个船家，他用鱼炮去炸鱼的。你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用鱼炮炸鱼，既残忍又破坏生态，而且犯法。我记得阿 J 过去叫那个人不要这么做，他讲话很客气的，但是那个人很凶啊，阿 J 才忍不住说再这样他就会报警。那个人听到阿 J 说要报警就更凶了，说南丫岛是他的地盘，说会对阿 J 不客气啊。那个人真的要打他，还好你们2个拉住他了。多久以前的事？有一次我们划完艇就顺便去南丫岛爬山，好像是10月份。应该是阿 J 出事前1年。那么久了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是可以肯定是星期天。很感谢3位提供有用的资料，我们要问的暂时就这些，谢谢。我送你们出去。谢谢。如果我想起了什么，会马上通知2位的。有需要的话，可能我们要再找你们帮忙。没问题，我们都想为阿 J 做点事情。很感谢你的合作。谢谢你。警察找上我们了，现在他们找到阿 J 的骸骨，那会查到是我们干的，怎么办呀？我警告你，别再露出这么惊慌的表情。总之你小心应付，就一定不会有事。我们去过南丫岛锁骨湾，当地人证实有个叫雨水的人很喜欢用鱼炮去炸鱼，他们都知道这是犯法的，只有雨水仍是这么做。有没有找到这个人？他们说雨水11年前已经回到家乡东莞定居，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跟他联络。那就先调查他的出入境记录，我再查。我会联络东莞市公安局，请他们帮忙找雨水这个人。OK。